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最近呢，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美国的房价到底怎么样。在你想了解房价的时候呢，我想先让大家知道一下美国大概有几种类型的房子，这样呢，你才能更好的明白为什么它的房价不同。为什么它的房子是不按平方去卖呢？首先，咱们现在看到视频中的这个房子就叫独栋别墅。独栋别墅，这是美国最常见的房屋类型。这种房屋类型几乎占到了绝大的比例。这种房子呢，就是有独立的院户，通常有自家的车道、车库和庭院。房屋的主人拥有土地和房屋的完全所有权的同时，也要负责维护自家的庭院和物业的责任，也就是对自家的庭院的花草要及时的灌溉或者修剪。像这种有游泳池的房子呢，游泳池也要保持干净。通常有游泳池的人家呢，也会请人每个星期来打扫一下游泳池。草坪也是需要每个星期都要割草的。在美国呢，做这两样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墨西哥人，割一次草大概$30左右。所以做这个工作的人呢，他们都会有很多固定的客户，也非常的忙。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有游泳池的独栋别墅，现在卖价是$90万以上。因为美国早期盖的房子，家家户户格局都不一样，新旧程度也不一样，所以它的价位也不一样。现在咱们看到这个黄色的这个房子就叫联排别墅。联排别墅，咱们从字面的意义上就能看到，可以说是几栋别墅拥有共同的墙组成的。这种房子呢，通常都是有2-3层，它的水电煤气都是与其他家庭完全分开独立的。这种房屋呢，相当于独立屋和公寓的结合。联排别墅的所有权归业主所有。有些独立屋会有自己的庭院和车库，但是有些却没有。咱们跟我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房间的结构怎么样。这个房子呢，是2018年才盖的新房子。整体来看，它的风格就不一样，特别的新，地板也是木地板。现在呢，跟着我到楼上去看一下。这个呢，是主卧的卫生间，特别的宽敞明亮。这个就是步入式的衣帽间，也特别的大。楼上总共有3间卧室。美国早期的旧房子一般卧室都比较的小，现在新盖的这种房子卧室都比较的宽敞大。这个是洗衣服的房间，有烘干机跟洗衣机。这个房子现在目前的卖价大概是$80万。咱们跟着我的镜头再看一下，这个也叫联排别墅。这个环境这么漂亮，所以它的房子会更贵一些的。像这种小区，因为它有公共的这种草坪呀，还有公共的这些花草呀，是由小区专门管理人员去打扫的。而且呢，它也有游泳池，就是住在小区的人可以共享的游泳池。因此呢，像这种小区它就有物业管理费。物业管理费根据小区的设施价格也不同，通常是100多到500之间吧。咱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房子呢，就叫出租公寓。公寓的所有权呢，有的是个人的，有的是公司的。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公寓，通常是由公司进行管理。这一类的公寓不出售，只招租。如果是个人形式的公寓呢，它就既可以出租，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出售，也可以自己居住。美国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木头盖的，所以呢，修修补补的工作也特别多。美国的房子大概就是这几种。住在公寓里就是需要和别人分享很多公共设施，而且房子和邻居只有1墙之隔。公寓的住户流动也很快，也有很多人住1年就搬走了，毕竟是租的房子嘛。
说到这儿呢，我再给大家说一下美国的房价。那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美国各地的房价中位数，我给大家报一下。西雅图81.9750美元，波特兰54.9990美元，旧金山145万美元，圣何塞127.6000美元，洛杉矶92万美元，尔湾98.9000美元，圣地亚哥76.8250美元，拉斯维加斯35万美元，盐湖城49万美元，凤凰城38万美元，奥斯汀58.8000美元，达拉斯42.2950美元，休斯顿29.5000美元，芝加哥35.7000美元，亚特兰大40.5000美元，迈阿密40.2000美元，坦帕32万美元，奥兰多29.5000美元，北卡24.3000美元，费城26.9900美元，纽约65.7000美元，长岛53.6000美元。以上就是美国部分地区的房价中位数。咱们之所以报这些地区呢，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华人比较多，主要也就是让想了解美国房价的朋友们，你们了解一下美国各地区的房子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。下面咱们再聊一下美国的房产税。美国的房地产税是各州和地方政府最古老的主要的收入来源，也是当地教育、道路维修和其他地方服务的重要资金来源。在美国买了房子虽然享有永久产权，但是它的地税却每年都要交，这可是屋主们每年的一大支出。房地产税不同的州、不同的城市价格也不一样。在美国，只要你拥有房子，你就要交纳房产税，通常为1%到3%。每年的11月份，屋主们都会收到交地税的信。你可以分半年交一次，也可以1年一次性都交了。如果晚交的话，还会被罚款。关于美国的房价，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大家有什么想法，或者还有什么想问的，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